无论地面还是天空中的单位，都会成为苏 -30 战斗机的猎物，它就是战场上的灵动天使。苏 -30 也被称为侧卫 -C， 是俄罗斯苏霍伊航空公司在苏联时期基于苏277改进设计而来的超机动战斗机。它是一种多用途战斗机，适用于全天候、空对空和空对地深度拦截任务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架全能型空中战争王者苏30战斗机。苏30战斗机是前苏联研制的一种，不仅可以在低空领域纵深执行战斗任务，还可以独立完成歼击与攻击任务的双座双发多用途战斗机。研制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空中防御和进攻。苏联最初设计使用的苏277具有良好的射程，但它仍然没有足够的射程供苏联防空部队使用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苏联决定发展一种拥有更远航程和更强武器配置的新型截击战斗机，来负责苏联北方和远东地区的空中边界。于是收到这一任务的苏霍伊设计局在苏277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设计，并把编号定名为苏277PU原型机。这一改进型变体能够用作远程拦截器或者机载指挥所。1989年12月31日，第一架苏277PU原型机在伊尔库茨克完成了首飞。1991年初，苏联正式将其改名为苏30。作为一款完全为了战斗而生的战斗机，后来又成为空地一体的轰炸机。苏30相较于苏277做出了很多改进，其中最大的改进就是它的重量。虽然苏277的起飞重量不轻，但跟苏30相比，依然是一个苗条的女郎。苏30 34.5吨的机载重量几乎相当于大半个主战坦克，可见其动力有多么的强劲。为了能够适应这样的改变，苏30的起落架由苏277精致的单轮起落架改为适应其重量的双轮起落架。其次，所有的苏277顶部都是斜切的，这将会使它提供更灵活的转向和更好的驱动性。而苏30为了求稳，只能选择顶部平滑的尾翼设计。此外，苏30不同于苏277那种应急启动的快速部署性飞机，其拥有大航程的空中巡逻能力。即使是在没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，苏30依然拥有10小时的持续空中续航能力。为了保证飞行员的状态，设计师甚至为苏30的驾驶员提供了单人卫生间。那么，相较于苏277做出了种种更新的苏30，具体性能数据到底如何呢？让我们详细的看一下。苏30在结构上采用的是双座驾驶舱，顶棚后面有一个空气制动器，机舱2个座位为串列布局，机身全长 21.935 米，翼展 14.7 米，高度 6.36 米，空重17700公斤，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4500公斤，内部燃料容量9400千克，最大飞行速度为2125公里每小时，实用升限17300米，最大航程3000公里。在动力系统方面，苏30搭载了2台 AL31F 加力涡扇发动机，每台干式推力能够达到 74.5千牛，带加力燃烧时的推力甚至可以达到 122.58千牛。作为空中全能王者的苏30，在武器系统方面也强大的让人咋舌。苏30战斗机一共有12个外挂架，机翼下面有8个，机身下面有4个。8吨的载弹量使它可以携带的弹药可选择性较大。8枚无线电半主动制导的 P-27P1 中距导弹，2枚带热导引头的 P-27T 或6枚带主动雷达制导的 R-77 3种选择性，让苏30高空作战具有极大的优势。而在近距离空战时，则可以选择携带6枚带热导引头的 YPP-73 导弹。苏30还具备携带6枚 X311T 反雷达精确制导导弹，激光制导的 X29T、X292 或2枚 X29M2 战术巡航导弹的能力，这在执行突击任务时能让苏30先发制人。X29 这种导弹精度高、射程远、威力强大，可以有效地摧毁目标对象，还具有低空发射、跃升机动攻击和多目标攻击能力。苏30还可以携带带电视指令制导的 X59M。 所谓的电视指令制导，也就是借助人工完成识别和跟踪目标的任务。其原理简单说来就是，经由导弹上的电视引导头识别分析利用目标反射的可见光信息，实现对目标的捕获跟踪，由电视摄像机来接收目标的光辐射能量，并转化为电信号，引导导弹命中目标的被动寻找制导技术。对于低空或超低空目标有非常良好的跟踪性能，还能够实时显示运动目标图像。
另外，苏30还能搭载6枚每枚重达500公斤的带电式制导的 KAB 500KP 制导炸弹，又或是携带10枚500公斤或31枚250公斤普通炸弹的非制导武器，甚至可以携带8个 KMTY 极速炸弹或6座 S13和 S8火箭发射器。执行反舰任务时，苏30可以携带反舰导弹，而反舰导弹是可以改为核弹头的。除此之外，苏30还装备一门30毫米的 GSH-301 机炮，备弹150发。苏30还在机载无线电电子设备中还增加了 C2C161 雷达主动干扰系统和被动自导系统的反雷达导弹，这也决定了苏30具有一定的隐身功能。此外，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电子系统兼容性比较好，其他的武器系统也能正常运行。苏30的座舱内还安装了战术显示器和执行其他任务的专用设备，使得它的单机作战还能通过编队引导其他苏30战斗机共同战斗。随着苏30出口业务的开始，它产生了很多衍生版本。印度空军在1990年代后期曾短暂的使用过苏30K，是基本苏30的商业出口型。与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印度出口版本 30MK1 则是第一款具有推力矢量控制和压抑的苏30系列成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苏30MKM、苏30SM、苏30SME、苏30MKK 等。不过，虽然苏30战斗机算得上是顶尖战斗机，也根据不同需求做了各自的改进版本，但是这款战斗机依然发生了较多起的事故。1999年6月12日，一架俄罗斯苏30MK 在法国勒布尔舍的巴黎航展上坠毁，好在2名飞行员安全弹射，无人受伤。2012年2月28日，一架俄罗斯苏30MK2 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以北140公里处的一个树木繁茂的山区坠毁。2015年9月17日，一架委内瑞拉空军苏30MK2 在委内瑞拉南部埃洛扎镇附近拦截一架小型毒品走私飞机时坠毁，2名飞行员均无生还。2016年6月14日，一架来自370航空师的越南苏30MK2 坠毁。2018年5月3日，一架俄罗斯苏30SM 在叙利亚贾布拉海岸坠毁，事故发生在起飞后，2名飞行员均死亡。2019年10月16日，一架委内瑞拉苏30MK2 从瓜列科省的曼努埃尔里奥斯上尉空军基地起飞时坠毁，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。2020年9月22日，一架俄罗斯苏30M2 在特维尔地区坠毁，坠机发生在训练飞行期间，所幸2名飞行员都安全弹射。但即使发生了这些事故，可是仍无法掩盖苏30战斗机的优秀性能。目前，苏30飞机作为俄军的主力战机，服役在空军和海军的各个作战单位。俄罗斯利用苏30改进的出口型战机，至今已经出口越南、印度、委内瑞拉和马来西亚等国。本期关于苏30战斗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